大家好，我是乌马克，我直接上路开CC给各位看。那待会，因为现在是在大五轮交流道这边，待会会上国三。上国三之后，我会直接测试车道置中以及跟车 ACC 的功能给大家看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车道置中跟 ACC 的这些主被动的行车系统有没有符合你们的需求跟期望。可以看一下它会不会有车道置中的乒乓球效应，或者是会不会跟车的时候车距拉很开。那我们就准备上国道咯。Tacdance 无线蓝牙麦克风可以让我在录制的时候走很远哦，听得到吗？马克这一集将使用 Tacdance 无线蓝牙麦克风来做录制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它的效果吧。继续看影片，待会我们行驶的路线是从大五轮交流道一路走国三南下，然后下新店交流道。像这种在匝道的位置，我就通常会先不启动自动驾驶。好，那我们就要从交流道汇入国三。好像现在的话呢，我就可以按方向盘右边这个圆形按钮的最右侧的这个右键。好，我按了右键之后呢，就会显示雷达就绪。显示雷达就绪之后，我就可以开始准备设定 ACC 的定速。ACC 的定速就是直接按下方的这个 Set， 它就马上会定在我现在的既有时速82公里。那我按上方的加就可以增加车速。那如果我今天想要减速，也可以按减。当然 ，ACC 跟以前的传统定速系统一样，如果踩刹车有刹车的介入的话，就会取消 ACC 的系统。这样，除了 ACC 的加减速功能之外 ，ACC 还可以来控制与前车的间距、跟车的距离，可以透过右边的这一个按键来做设定。比如说，你想要设定1格，或者是2格，或者是3格这样子。比如说我现在就是设定2格。通常如果车很多的时候，我通常是会设定2格，还是要保持一些距离。那如果车比较少的话，我是常常会习惯设定1格。我觉得1格就还蛮习惯。我是觉得设定成3格，我觉得车距有一点拉太长。仪表板上面可以看到，还有车道置中的功能比如说如果它两边的这个蓝色的线都跑出来了，就是它有车道置中的功能，它会帮我稍微做方向盘的修正。还是通常需要人为的介入啦。我是觉得 CC 的 ACC 系统在弯道时的表现并没有很聪明，所以通常还是需要人为的介入。那如果你很不习惯这种车道置中的这种反馈感，那你也可以把这个功能关掉。有听说很多车主不习惯，个人是觉得这台车的车道置中是比较偏右边，正常来说应该是要置中在正中央才对。这台车的车道置中是比较偏右侧的设定，所以我会觉得有一点奇怪，所以我习惯性会把它修正过来一点，所以我就会跟方向盘一直不断的拉扯。这边还是要声明啊，辅助驾驶只是帮助驾驶减少一些疲劳啊，或者是增加一些安全性，但是其实主要还是要靠驾驶本身啊。千万不可以完全相信主被动的辅助驾驶系统。像现在有交流道的车辆汇入国道，有车辆汇入的时候，我会脚去踩刹车，所以 ACC 自动就会停止。可以来看一下，现在前面的车还蛮多的。现在以前面的车流状况的话，我这时候就会习惯准备要设定2格。因为我觉得，如果你设定1格跟前车的距离这么近的话，急刹或者是减速的时候，比较容易发生碰撞的情况。我发现，如果是设定3格的话，车距有点拉太开。你们也可以顺便听一下CC 在开高速公路的车噪声，我是觉得还蛮吵的这是一个很主观的判断。像现在我如果要设定 ACC 的话，就可以把时速再往上调，按圆形的上方的加，就是可以把时速往上调。那如果是减的话，就可以往下减速，往下按的话就可以减速。这边做一个
经验分享，因为我蛮常去跑长途的，所以常常从台北开到南部。我有发现有 ACC 真的可以让驾驶比较轻松一点点，比较不会那么的耗精神。如果你要买车的话，这种车真正较方便。像前面的车子比较多的话，而且大家在减速了，这时候我只要介入刹车的话，ACC 就会自动停止。这台车算是前面几批的 CC， 所以它的全速域是半套，所以待会在时速30以上的话，我才可以再重新设定。临时要改变一下行程，所以会从木栅交流道下。刚才是说要从新店，但是现在有行程的改变，所以我待会会从木栅交流道下。一般来讲，在市区我不太会去开 ACC 的功能，通常是上个国道啊，或者是上一些东西像南北向的快速道路才会去开 ACC。毕竟在市区开 ACC 常常要反复设定哦，你有可能才开一段路，然后又前面有摩托车冲出来，我们就踩刹车。那 ACC 就又一直在那边重复设定关闭、设定关闭，这样子不太方便啦。我不知道透过萤幕你们看不看得到，其实我的方向盘是一直有辅助系统帮我介入，它会轻轻的帮我带。哦，像现在我就可以再设定 ACC 了。我还蛮熟练这一些设定的方式，很驾轻就熟。像一般来讲，在隧道的话，我们都要开头灯，我都会一直把头灯的 Auto 功能打开啊，所以我一直会让头灯有自动启闭的功能，一直开着。机的主被动行车辅助系统介绍就到这边了，拜拜。